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井上裕之先生所著的《一流的人格魅力》这本书，提升人类能力，活出不悔的有价值人生。归根结底，最重要的是人性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如果吃相不好，一瞬间就会被讨厌，不知道这些礼仪习惯可能会很危险。第二，任何人都能成为一流的人，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做到提高人格魅力的最佳习惯？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如果吃相不好，一瞬间就会被讨厌，不知道这些礼仪习惯可能会很危险。有人会觉得，我总是尽力去做，为什么总是得不到认可？我想掌握更多技能，可是总是进展不顺利。我想经济上更富裕，摆脱人际关系的压力，过得更快乐。如果你有这些想法，本书会对您大有帮助。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专注于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，掌握细致的技能也是工作中必须的。但作者指出，在此之前，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提升，那就是本书标题中提到的一流的人格魅力。人格魅力指的是为了过上有价值的社会生活而具备的综合能力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能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，您的人生会发生如下变化：人际关系更加顺畅，从他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，工作更顺利，经济更加富裕，从人际关系的压力中解脱出来，健康不断改善，人生会越来越有乐趣。当问题出现时，能够迅速找到解决办法，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。如果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，岂不是非常美好吗？如果您希望拥有这样的生活，提升人格魅力绝对是必要的。作者在书中这样断言。本书中还清楚地解读了提升人格魅力所需要养成的习惯。具体来说，提升人格魅力的7个习惯如下：1. 坦率的习惯；2. 学习的习惯；3. 自责的习惯；4. 礼仪礼节的习惯；5. 从失败中恢复的习惯；6. 自爱的习惯；7. 成长的习惯。如果能够养成这些习惯，您的人格魅力必定会得到提升。提升了人格魅力，您的未来必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从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习惯开始，逐一进行解读。首先要介绍提高人际力量的第1个习惯是礼仪习惯。毫无疑问，礼貌的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非常好。如果您希望自己受到他人的喜爱，就需要掌握正确的礼仪，尤其是在第一印象上，礼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第一印象为之后的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。当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人时，第一印象会决定我们如何评价和与这个人互动。你们是否听说过光环效应？光环效应指的是第一印象会对整体评价产生巨大影响的现象。例如，如果某人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，他对这个人的其他特质也会倾向于积极评价。良好的第一印象会对后来的关系和评价产生正面影响。此外，人们往往会寻找能够验证自己信念或观点的信息，这被称为确认偏差。一旦第一印象形成，我们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这一印象的信息，导致第一印象很难被改变。换句话说，最初的印象至关重要，您是否能够给对方留下好印象，决定了后续的关键。因此，礼仪礼节显得尤为重要。而礼仪的基础之一就是打招呼。打招呼决定了您在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，如何打招呼将会直接影响你们之后的互动。一个能够得体打招呼的人会受到他人的青睐。打招呼的要点是面带微笑，语气稍微提高一些，这样会让您显得更加明亮和亲切。许多人可能觉得打招呼是件太过普通的事情，甚至没有太多注意。但请从现在开始，面对对方时，真诚地用眼神交流，保持良好的姿态，并用热情的语气打招呼。这种改变会让您的人际关系发生显著变化。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礼仪，那就是餐桌礼仪。坦白说，吃饭不文明给人留下的印象会非常差。
因为它会让别人感到不快。如果吃饭的方式不雅，可能会瞬间让对方对您产生反感，甚至不愿与您交往。餐桌礼仪会直接影响他人对您的印象。当您在别人面前进餐时，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氛围以及他人的舒适感。如果吃饭的方式不文明，别人会觉得您不尊重周围的环境，不关心他人的感受。例如，和伴侣或恋人一起吃饭时，您的吃饭姿态比您想象的还要重要。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它也是共享美好时光的时刻。如果您吃得很粗俗不堪，这会让对方感到不愉快。尤其是女性，通常更在意别人对她们的看法。如果您的吃相让对方感到羞耻，显然您就不会受到欢迎。您是否曾经吃饭时发出咀嚼声？咀嚼时发出的声音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适，因此，如果您经常发出噪音，最好立即改正。此外，还要注意吃饭时是否保持端正的姿势，不要弯腰驼背，餐具是否碰撞、发出声音等，这些细节也需要特别注意。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礼仪，我希望大家能进一步提升自己，迈向更高的水平。这意味着您需要掌握高端餐厅的礼仪，甚至是双手使用餐具的礼仪。如果您能做到这些，您将在约会、商务场合等多种情境中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。所以不要觉得麻烦，趁此机会将这些礼仪掌握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。如今，通过网络、视频平台，您可以轻松学习餐桌礼仪、筷子的使用方法以及日本餐饮文化等。建议大家抓住机会，学以致用。另外，服装也是礼仪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服装应保持清洁，无论是在商务场合还是私人场合，清洁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。我们应该不断强调清洁感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异性关系中，缺乏清洁感会立刻让人对您产生反感。相反，即使您的外貌不算出众，但只要有清洁感，您依然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。清洁感是特别在异性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，请牢记这一点。更重要的是，清洁感是您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。当然，在商务场合中，清洁感同样至关重要。如果您在工作中看到两个人，一个衣着整洁干净，而另一个则衣衫不整脏乱，您会选择跟谁合作？如果您是顾客，面对这两位服务员，您会选择从哪位购买商品？答案显而易见，穿着干净、不带异味、熨烫整齐的衣服等，能够展现出清洁感并穿着整齐，这些都是作为职场人士的基本礼仪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提升人类能力的第二个习惯——从失败中恢复的习惯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挑战自己或尝试新事物对人生非常重要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很多人还是难以采取行动，无法挑战自己或开始新事物，甚至不愿打破日常的惯例。那么，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就在于很多人害怕失败。许多人可能会认为，成功不一定要追求，但绝对不想失败。然而，如果冷静下来思考，失败究竟有什么问题呢？作者指出，在谈论失败之前，首先要理解，失败这一概念本身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无论结果如何，总能从中找到价值。当事情结果出来时，从某个角度看，它可能显得像是失败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它却可能是成功或者具有价值的。因此，失败其实是可以由自己决定，是伤害还是价值。例如，作者的一个朋友，虽然在20多岁时结婚，但因性格不合而离婚。当时他被周围人称为离婚过的人，还被指责缺乏忍耐力。他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认为人生失败了。然而，在30多岁时，他遇到了新的伴侣，并再次结婚，幸福地拥有了2个孩子，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。他表示，正是第一次婚姻中的经历成就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虽然从一个方面来看，离婚可能被认为是失败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正是这段经历
才让他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。因此，过去的失败恰恰是通往现在幸福生活的必要经历。此外，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个例子是，很多成功者曾经遭遇过诈骗，失去了大量金钱。当时他们肯定十分沮丧，但正是通过这些痛苦的经历，他们获得了前进的动力，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回头来看，那些曾经的失败，实际上成为了他们成功路上宝贵的经验。因此，只要明白失败的结果一定具有价值，我们就能采取行动。失败并不会让我们沮丧，而是应当从中吸取教训，思考从失败中学到了什么。当然，失误不是毫无目的地重复才好，盲目的一味失败是愚蠢的。每次失败后，我们需要反思原因，并思考如何将这次失败转化为下次成功的经验。接下来重要的是通过补充自己缺乏的知识，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有一本书里提到，人类正是通过不断失败进化成长的。失败是进化和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如果我们无法将失败转化为价值，那才是最真实的失败。所以大家要学会将失败转化为进化与成长的机会。没有人能够不经历失败就成功，没有经历失败的人，也无法真正成长和享受人生的喜悦。失败是最强有力的老师。通过从错误中学习，我们能够避免重蹈覆辙，制定更好的未来计划。同时，面对失败，我们也能培养耐力，这有助于我们在面对困境时能够更加从容应对。通过失败，我们还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弱点与局限，这是一个深刻了解自己的机会。而深刻理解自己，对于人生来说至关重要。此外，经历失败后，我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，了解什么对自己最重要，应该持有怎样的价值观。这也是失败带给我们的价值之一。不过，也有些人在失败后容易陷入沮丧，或者精神状态受损。那么，如何恢复情绪呢？当我们的情绪低落时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困扰，与他人谈论自己的烦恼，会让我们感到轻松一些。所以，遇到困难时，不要把烦恼埋在心里，尽量向别人倾诉。当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表达出来时，就能够减轻内心的压力和不安。通过与他人交流，我们也能听到不同的意见与观点，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，发现新的解决方案。通过与人交谈，头脑能够得到清晰整理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效果。仅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独自思考，往往难以理清头绪。然而，通过与他人交流，可以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，结果是，解决问题的方法变得更加容易想到，心情也会变得更加轻松。而且，分享自己内心的烦恼和弱点，也有助于加深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。许多人认为，如果暴露自己的弱点，别人会因此讨厌自己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对方会觉得自己能够向他人吐露心声，说明他真心信任自己，这样会增加对您的好感，并且加深彼此之间的纽带。所以，当您感到难过时，不妨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和建议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的第3个习惯是自爱的习惯。也许您会觉得自己很糟糕，认为自己没有能力、没有用，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人，常常否定自己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那就更需要学会爱自己。如果能学会珍惜自己，你也能更好地珍惜他人。反之，如果不珍惜自己，就很难珍惜他人。人格优秀的人通常既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承担责任，又能好好照顾自己。自爱就是爱自己，接纳真实的自己，喜欢自己才是最幸福的状态。如果您总是与他人比较，认为自己不够好，从而自我否定，那么您是无法感到真正的幸福的。不能善待自己的人，也无法善待他人。如果您自己不幸福，就无法去让别人幸福。因此，首先要学会珍惜自己，要了解否定自己的不良后果。如果您总是否定自己，
会导致自尊心的降低。当您低估自己的价值时，您对自己有价值的信念会消失，从而降低自尊心。结果就是情绪不稳定，失去自信，不敢挑战新的事物，变得无法行动。更严重的是，否定自己还会降低自我效能感，即觉得自己做不到或无法实现目标。当自我效能感降低时，你会避免挑战和目标，错过成长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您对自己的否定会让幸福感大幅下降，最终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，可能导致焦虑、压力增加，甚至抑郁症等心理疾病。此外，总是自我否定的人，往往与他人的关系也会恶化。总是说我真差，我一无是处的人，通常会让别人不愿意与他们交往，因为这些人总是传播负能量，把周围的人也拖入负面的情绪中。为了爱自己，首先要清楚了解否定自己的许多坏处。接下来，爱自己的一种方法是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了解自己的行为背后的原因，并关注自己的优点。通过聚焦自己的优点，您可以更容易地接纳自己。重要的是，要学会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。例如，某个人在工作上可能非常成功，但他可能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幸福，或者他的健康状况存在问题。与其单纯比较某一方面的成功，不如认识到，人是无法在所有方面都完美的。因此，专注于自己的长处，欣赏自己的优点，才能真正做到自我肯定。为了更好地爱自己，还可以避免与那些让您不开心的人交往，或者继续做不适合自己的工作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要远离所有不舒服的人，而是要与那些能够相互尊重、能够清晰表达想法的人为伍。重要的是，不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，避免与不想交往的人强迫自己建立关系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任何人都能成为一流的人。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做到提高人格魅力的最佳习惯？首先，我想介绍的第一个习惯就是自责的习惯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呢？自责指的是认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由自己引起的，自己所做的选择和行为造成了现实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所有事情都是自己负责的，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比如，经常看到一些人说：“您说这样做能赚钱，我才投资的，结果一点都没赚到，反而亏了，真是亏大了。”然后责怪别人。但其实，决定相信对方并进行投资的是您自己，因此不是去责怪别人，而是应该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。这就是自责。与自责相对的是他责。他责就是将自己的失败和问题归咎于别人。比如，您说好能赚钱的，我投资了却亏了，您怎么负责？这种思维就是他责。又或者，我按照您的建议做了，结果失败了，您要怎么办？这也是他责思维。逃避自己责任的行为就是他责思维。如果一个人习惯于他责思维，那么他的成长就会被阻碍，问题解决的能力也会降低，人际关系也会变得不顺利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养成自责的习惯，这正是高人类能力者的共同特征。认清自己缺点和失败，并承担责任，是促进自己成长、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。如果您能以自责为基础，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，都能接受现实。如果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并做出决策，就不容易被外界影响，结果也会自然显现出来。当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时，如果您认为是自己有责任，那么解决办法也会更容易找到。比如有一次和朋友见面，感觉那个人态度冷淡，给人的印象不好。其实这个局面是自己创造的，因为是我选择见面，所以我应该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责怪对方。当我把注意力转向自己，理解为什么那个人心情不好时，就会知道下次不和他见面，这样问题就有了解决方法。这种自我责任感使得您不再责怪别人，最终会让您的人际关系更加顺利。当您尝试挑战某些事情时，您可能会听到有人说：“
他到底在干什么呀？真是个愚蠢的家伙，甚至可能会被嘲笑。然而，当您意识到这些言语背后的含义时，可以选择这样看待问题：有人在背后议论您，说明您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这是因为您仍然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。这时，与其对这些恶语恶评做出反应，让自己心情变差，不如把它们当成鞭策自己的动力，告诉自己我还远远不够，还要继续努力，追求更高的目标。当您站得更高时，那些流言蜚语自然听不到了。所以，鼓励自己向更高的地方攀登，才是更好的选择。当您能够把这类问题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时，您不仅可以忽视恶语重伤，还能把这些变成自己成长的动力。培养自责思维的人往往更受他人尊重和喜爱，因为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起责任，这让他们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社交关系会更加融洽和顺畅。此外，自责思维的人活得坚定而有主见，因此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尊敬。与此同时，自责思维还能带来显著的成长优势，因为他们总是把问题和失败归因于自己，从而能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，找到失败的原因，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谈谈提升人格魅力的第二个习惯——坦率的习惯。大家认为自己是坦率的人吗？无论是与人交往还是学习新事物，您是否能够坦然接受别人的意见？同时，您是否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？作者认为，真正坦率的人或许只占到4%，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现象。例如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观念可能变得越发固化，这会让我们难以坦率地倾听别人的意见，即使听到一些很好的建议，也会因为固有的价值观阻碍自己去接受。因此，作者建议，当上司、前辈或值得信赖的人提出意见时，如果你无法确定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，就先坦率地接受并付诸行动。在工作中，坦率接受意见还可能让上司或前辈愿意提携您。同样，也要倾听比自己年轻的人的意见，不要因为对方年纪小而忽视他们的看法。即便是年轻人的建议，只要您觉得有道理，也应该坦率地接纳，这样您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充实。很多书中会告诉我们不要轻信别人，要学会怀疑，这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必要，尤其是面对网络上来源不明或缺乏依据的信息时，保持怀疑有助于避免被骗。然而，当信息来源可靠，比如是值得信赖的文献、教授或者亲近之人时，学会坦率的接受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，我们的前进速度会被大大减慢。尤其是当您的生活或工作不如意时，坦率接受比自己更成功、更值得尊敬之人的建议，会让您更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。比如，作者自己对于那些他认为社会地位高、有成就的人，会完全接受他们的言行，因为他认为怀疑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曲折。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也曾提到，想要成功，必须保持一颗坦率的心。如果我们总是对所有事情抱有怀疑态度，就会把时间浪费在怀疑上，最终什么都不会付诸行动。而如果不采取行动，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因此，对于那些您认为可以信任或尊敬的人提供的建议，不妨先坦诚接受并付诸行动。如果行动后发现结果不尽如人意，再重新思考或向对方提问。然而，在坦率行动时，往往会被得失心所干扰。得失心指的是只追求眼前利益。当有人提出建议时，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想，这样做对我有利吗？或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？这些想法往往会阻碍我们的坦率行动，使我们无法倾听他人的建议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即便感觉可能会吃亏或无用，也要坦诚且执着地去行动，因为专注眼前利益的人，最终往往会得不偿失。这是因为，一个人是否被得失心驱动，周围人很容易看穿。作者回顾自己60年的生活经历，
表示从未见过一个靠得失心行动而真正获利的人。如果被周围人认为是只顾自身利益的人，形象自然不会太好。无论在生活还是事业中，我们都无法单独成事，必须依靠他人的支持。如果因为过于计较得失而疏远他人，最终只会失去成功的机会。反之，那些心怀利他精神的人，即使看似吃亏，也会因为为他人着想而赢得人心。这不仅有助于事业发展，也能在困境中得到他人的援助，最终实际上是更大的收获。此外，坦率的人在社交中也更令人容易接近，他们敢于坦诚表达真实想法。与这样的人交往，能更轻松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，而不必费心猜测或迎合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表里不一、外表敷衍却内心抗拒的人，不仅令人感到费劲，还可能无意间增加了维系关系的成本。坦率的人也往往对自己的感受坦率，不会说谎，因为他们愿意承认错误和失败，从而没有说谎的必要。不说谎是一个人值得信赖的重要品质之一，因此让我们尝试活得更坦率一些，或许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和充实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